香港喺1945年8月30號重光之後冇幾耐，皇家海軍夏慤少將喺香港成立臨時軍政府。喺皇家授權令嘅批准底下，有4個軍事法庭喺香港設立，聽審一系列關於二戰期間發生嘅戰爭罪行案件。大部分案件都係同發生喺香港嘅罪行有關，但唔係所有嘅案件都係咁。有部分嘅罪行唔係發生喺香港入面，而係發生喺附近地區嘅英國國民身上。戰爭罪行嘅審訊係喺1946年3月28號至到1948年12月20號期間進行。如果你想知道更加多關於審訊嘅流程，歡迎睇返呢個系列嘅第一段片。喺呢2年幾入面，啲法官聽過控辯雙方好多唔同嘅論點，但有相當部分嘅被告都提出相同嘅辯護理由。今次我哋就嚟睇睇3宗案件入面嘅4名被告，佢哋有啲乜嘢共通嘅辯護理由，同埋佢哋案件嘅裁決。我哋嘅第一位被告係小笠原春次，佢係一名日本軍人，佢被指控喺1942年3月二戰期間喺香港新界大埔非法咁殺害5名平民。佢係日文稱為憲兵隊嘅軍事警察部隊入面嘅指揮官。小笠原同法庭講，大埔之前有游擊隊，而呢啲游擊隊曾經干犯過唔同嘅罪行，包括搶劫同埋殺害一名華裔警察。而呢一名華裔警察係喺日治時期嘅香港為憲兵隊喺大埔嘅分隊做嘢嘅，而大埔憲兵隊之前就捉咗5個人，懷疑佢哋係游擊隊成員。小笠原被指控佢冇首先俾嗰5名嫌疑人接受審訊就處決咗佢哋，所以香港重光之後，佢就被落案控告干犯戰爭罪行。為咗幫自己辯護，佢同佢嘅律師喺法庭係咁樣講嘅：喺大埔有冇任何騷擾公眾安寧同秩序嘅游擊隊員俾人逮捕呢？有。咁喺逮捕咗呢啲游擊隊員之後，你做咗啲咩呢？根據分區司令官嘅命令，啲游擊隊員被槍決。嗰啲被逮捕嘅人係根據邊個人嘅命令被處決嘅呢？新界憲兵隊司令官，換個講法就係我個連嘅指揮官。咁樣喺最初就已經有一個命令話佢哋應該要俾人槍決處死？唔係咁噶。咁係啲咩情況導致呢個命令嘅呢？最初當佢哋被逮捕嗰陣，我收到命令要將單案準備好送去審訊。根據呢啲指示，我將啲陳述都寫好咗。咁之後發生咩事呢？之後我收到個命令話佢哋應該被處決，佢哋應該被槍決處死，所以我就將佢哋槍決處死咗。首先單案係打算送去審訊嘅，之後就改為槍決處死。你可唔可以講下作出呢個改動嘅原因呢？喺嗰陣，啲游擊隊喺新界騷擾安寧同秩序，香港憲兵隊司令官落令，最需要為呢啲滋擾負責嘅人應該要被處決，所以司令官命令分區指揮官要將啲游擊隊員處決。呢個命令之後就交咗俾我。咁你嘅意思即係話採取呢啲行動係為咗得到安寧同秩序？呢個係咪你嘅意思呢？係，呢個就係我嘅意思。香港憲兵隊司令官嘅名同軍階係咩呢？中座、夜間、言之座。然之後，小笠原同佢個律師來來回回咁講話，點樣最初小笠原自己都唔想由佢嘅分隊執行呢啲處決，覺得應該由分區憲兵隊嚟做，但佢最後都係執行咗，因為佢一定要服從個命令。跟住佢嘅律師就問佢呢一條問題：你話上級嘅命令係必須要絕對服從，你呢個講法有冇建基於啲乜嘢之上呢？係有噶。咁如果你唔服從上級嘅命令，會發生啲咩事呢？我會俾人根據陸軍刑事法嚟懲罰。佢嘅律師之後就向法庭遞交一份日本陸軍刑事法典入面禁止不服從命令嘅節錄，而最嚴重嘅罰則係死刑。但個律師冇就咁停落嚟，
個律師仲引述咗陸軍人員天皇敕令、戰地操作服務規例、陸軍內部服務規例、軍方通用規則、戰鬥手冊同埋效忠誓言，通通都要求日本軍人將上級命令當做神聖嘅嘢，仲必須要100%服從命令。所以大致上，小笠原嘅論點係法律規定佢要服從上級命令處決嗰5名大埔居民，否則佢就會干犯日本法律入面嘅刑事罪行，仲有機會被判處死刑。但香港嘅軍職法官會唔會接納呢個講法呢？就住佢所做過嘅嘢嚟講，依法服從上級命令係咪一個完整嘅抗辯理由呢？最後，連同另外一個控罪話佢虐待2名平民，佢被裁定有罪，法官判處佢10年監禁。而佢嘅上司中佐野間賢之助喺另外一單案件入面被裁定非法處決，同另外2項控罪成立，結果佢被判處死刑，同埋喺赤柱監獄被處決。我哋依家睇下另外一單案件。第2位我哋會討論嘅被告係木下榮史，佢係上海成個城市嘅憲兵隊司令官。全市有8個憲兵隊分局，部分分局設有羈留室去扣押平民。木下被指控關涉，一個法律名詞我哋轉個頭再講。佢被落案控告同一班平民在囚人士俾人虐待有關涉，導致佢哋承受身體上嘅痛苦，同2人死亡。其中1人係英國國民叫 William Hutton， 亦都係點解木下戰後會受到香港法庭嘅審訊。但呢度有個問題，木下話佢自己本人冇虐待啲在囚人士，而且佢亦都唔知道有啲咁嘅事，全部都係佢嘅下屬所為。但依家檢控官話木下係同樣有責任，因為木下同呢單戰爭罪行有關涉。而木下同佢嘅律師喺法庭度係咁樣嘗試反駁呢個指控嘅。你有幾多個憲兵隊分局係隸屬上海憲兵隊嘅呢？有8個憲兵隊分局。戰地憲兵係隸屬你嘅指揮定其他人呢？喺上海嘅所有憲兵都係戰地憲兵，而佢哋都係隸屬我嘅指揮。你提到嘅8個憲兵隊分局係邊個去指揮同監督嘅呢？係我嘅工作。喺指導分隊指揮官同部門主管方面，你嘅政策係點嘅呢？我嘅基本政策係去協助部門主管同分隊指揮官嘅工作，所以我嘅政策係尊重我嘅唔同部門主管同分隊指揮官嘅管轄權，同埋唔好作出不必要嘅干預。你可唔可以同法庭講，作為上海憲兵隊嘅司令官，當你教育同指導你嘅下屬嗰陣，你嘅心理狀態係點嘅呢？木下之後俾咗個非常之長有仔細嘅答案，佢重新背翻出佢喺1942年俾佢下屬嘅指引，而啲指引嘅部分內容係咁嘅。一個好似上海咁嘅國際城市係世界嘅一個小模型，所以佢哋絕對唔可以作出有違國際常規同國際道德規範嘅行為。我要同你講3樣嘢，係所有憲兵都必須要遵守嘅。首先，佢哋一定唔可以自大，而且任何時間都一定唔可以用暴力襲擊他人。審問期間一定永遠唔可以用武力逼供。第三，佢哋一定唔可以太過急於獲得讚揚，佢哋一定要反映喺佢哋嘅行為度。所以基本上，木下嘅論點係佢曾經命令佢嘅下屬唔好虐待人，亦都唔好違反國際法。跟住佢就由得佢嘅下屬自己處理每日嘅工作，佢本人冇真係做過啲邪惡嘅嘢，佢嘅下屬先係啲壞人，唔係佢。所以佢應該被裁定係無罪嘅。但檢控官就唔係幾受落，而且有啲問題要喺盤問嘅時候質問佢。其中一條問題係木下佢覺唔覺得自己要為 William Hutton 俾人折磨到死而要負責任呢？而木下嘅答案係：如果咁樣嘅折磨真係發生喺死咗嘅嗰個人身上，咁分隊指揮官就要直接為事件負責。但由道德責任嘅角度嚟講，我覺得我有責任，但係我冇資料證實呢一點。你係話如果 William Hutton 真係因為折磨而死，咁你就要為呢件事情而負責，啱唔啱？就喺嗰陣，主席法官插嘴同檢控官講，佢話道德上我有責任。如果呢種折磨發生喺死咗嘅嗰個人身上，
個分隊指揮官應該要直接負責，而喺道德上，我有責任。啱啊，閣下。你覺得你嘅下屬會喺冇你嘅默許底下夠膽虐待同酷刑拷問人？我深信佢哋唔會夠膽咁做。尤其係喺同一棟樓入面。我直頭諗唔到我嘅下屬會酷刑拷問嫌疑犯，尤其係喺我作出指令之後，同埋喺同一棟大廈入面一齊做嘢。但計我話，將軍，所有呢啲虐待同酷刑都係有你嘅默許底下進行。從來都唔係咁。嗱，如果呢啲酷刑真係有發生，而你嘅下屬冇你嘅默許又唔夠膽做呢啲嘢，咁你唔覺得我講話係由你嘅默許底下咁做係合理嘅咩？我唔相信佢哋會喺我知道佢哋做呢啲嘢嗰陣時做呢啲嘢。檢控官之後問咗木下更加多嘅問題，包括一條問題係喺上海嗰啲看管唔同羈留地點嘅人係唔係向木下負責？就住呢條問題，木下回答：我嘅直屬下屬只係包括部門主管，而且係冇法律或者規例明確指出分隊指揮官係向我負責，淨係話佢哋要完全為羈留場所負責。等我好簡短咁再重複多一次，分隊指揮官嘅其中一個責任係要為執行佢嘅日常職責而負責，而佢向司令官負責係唔關事嘅。撇除啲羈留地點，呢啲分隊指揮官係向邊個人負責嘅呢？分隊指揮官嘅責任係喺佢哋嘅職責上面，佢哋實際嘅職責，咁所以係唔可以話佢哋要向某個人負責嘅。佢哋一定有某個直屬上司㗎，咁係邊個呢？我就係分隊指揮官嘅直屬上司。有咗呢個答覆，冇人再有問題，就算佢自己嘅律師都冇。即使係咁，喺結案陳詞嗰陣，木下嘅律師都出盡全力嘗試說服法庭，話木下或者喺道德上有責任，但係就 in no way can he be held criminally responsible， 冇得話佢喺刑事上有責任。個律師亦都挑戰關涉一詞嘅解讀方法，並同法庭講係唔等同於負責嘅，而個字眼亦都可以解做其他嘢，包括實施、命令、建議或者默許。但係英國嘅法律原則係要求一個狹窄嘅詮釋方法，而木下並冇實施，而且肯定冇命令任何人去折磨啲在囚人士，所以佢應該被裁定無罪。咁依家到底木下作為上司對佢直屬部下嘅行為有冇任何嘅刑事責任呢？最後法庭裁定佢有罪，並判處佢終身監禁，但佢對裁決同判刑都提出呈請。喺覆核完份呈請之後，訟辯法官喺份建議報告度話，木下係有責任要去知道嘅，而且關於關涉呢個字眼嘅爭論係冇任何價值嘅。結果呈請被駁回。我哋最後一單案件係有啲唔同，9名被告全部都係平民，我哋會集中睇其中2個人，佢哋全部都喺台灣入面嘅一個礦場度工作，而台灣當時係日本嘅殖民地。1942年，日本軍方由菲律賓同新加坡移送大量嘅戰俘去到台灣，部分嘅戰俘係美國同英國籍嘅。日軍想利用啲戰俘去補充勞動人口，所以日軍向唔同嘅私人企業發出一堆邀請函，詢問佢哋對聘用呢啲戰俘嘅睇法，但實際上更加似係一道命令。而其中一間有收到邀請嘅公司就係日本礦業株式會社，咁所以間公司就要聘用啲戰俘。間公司喺台灣北部嘅金瓜石有採礦嘅業務，而喺礦場附近亦都有一個戰俘營設立咗。另外，間公司仲要提供守衛睇住啲俘虜，咁間公司就決定指派部分現有嘅工頭，日文又稱為班長，擔任守衛睇住啲俘虜佢哋做嘢。礦井嘅工作條件係非常之惡劣，極度炎熱，幾乎冇通風，石頭經常唔知喺邊度就跌落嚟，但啲俘虜都只係獲派發紙板做嘅帽嚟保護佢哋自己。意外係每日都會發生嘅事，食物亦都係極其稀有。而撇除啲咁危險同惡劣嘅工作環境，最慘嘅係被毆打。啲戰俘每日都俾人打，而且工頭兼守衛
唔單止用佢哋嘅手同拳打啲俘虜，佢哋仲用佢哋嘅錘去打人。簡單嚟講，啲俘虜係俾人當做奴隸。但我哋一齊睇睇張君德，一名被指派做守衛嘅台灣礦工，有啲咩要講嚟幫自己辯護。你有冇曾經分配過部分嘅戰俘去一個酷熱嘅工作地點呢？我冇要佢哋做好耐嘢噶，但我根據我上司嘅命令，派咗佢哋去一個炎熱嘅地點工作咯。你有冇曾經打過戰俘呢？我曾經根據上司嘅命令打過戰俘。幾多次呢？有2次，我係根據健生嘅命令掛咗啲戰俘，另外有1次係根據圖斯嘅命令，仲有2次係圖斯在場，公姐命令我去掛啲戰俘。但你唔覺得打啲戰俘係件唔好嘅事嚟嘅咩？喺人道主義嘅立場嚟講，我覺得係一件唔好嘅事嚟噶。但因為係我上司嘅命令，我一定要去做噶。所以佢嘅解釋同小笠原係幾乎一樣，唔係佢自己嘅諗法，佢係俾佢嘅上級落命令要佢去做啲唔好嘅嘢，佢只係服從命令。呢2名被告嘅主要分別在於小笠原係軍人，而張君德係一名平民。對於法官嚟講，咁樣會唔會有啲咩分別呢？係冇嘅，佢被判處7年監禁。依家一齊睇睇我哋最後一位被告戶田恭。戶田係總經理，佢係張君德嘅非直屬老闆，監督公司喺台灣嘅營運。檢控官唔係指控戶田本人虐待俘虜，檢控官係話間公司對於受佢哋監督、聘用喺礦場嘅戰俘嘅安全同福祉有責任，亦係咁，間公司唔應該可以拒絕承擔所有責任。即使係日本政府發起戰俘勞動計劃都好，而檢控官相信戶田應該被裁定有刑事責任，因為佢係總經理。但係好自然，戶田同佢嘅律師反對，而且佢哋盡力嘗試說服法官企喺佢哋嗰邊，而佢哋係咁樣同法庭講嘅。你知唔知道啲班長打戰俘係咪事實呢？喺嗰陣，我唔知有咁嘅事。你點樣證明啲戰俘工作組係受制於戰俘營司令官，而佢哋唔係喺你嘅指揮底下呢？喺最初組織工作組嘅時候，協山中係清楚咁講明呢樣嘢。邊個命令啲工作由戰俘去完成嘅呢？係陸軍。你知唔知道金瓜石勞工管制規例呢？我知。咁呢個規例係幾時同邊個制定嘅呢？我唔知幾時同埋係邊個制定，但我肯定係陸軍當局制定。你知唔知金瓜石戰俘勞工管制規例嘅第7條呢？就我所記得，個規例係咁講嘅，即使係工作時間都好，戰俘營指揮官應該被視作要為管制同看守戰俘負責。同木下以及小笠原相似，戶田引用法律，而法律話陸軍係有責任管制同看守啲戰俘。所以對於戶田嚟講，佢嘅論點集中喺：首先，佢唔知道任何關於打人嘅事；其次，佢同佢公司對於啲工頭兼任守衛冇任何責任或者控制權。但檢控官就唔係幾同意佢，而且有啲問題要質問戶田。喺啲班長身上，你有冇任何權力呢？冇，從來都冇。佢哋唔係受聘於礦場當局嘅咩？係，佢哋係受雇於公司，但佢哋被選派咗去戰俘營當局，而佢哋嘅身份係陸軍輔助成員。邊個出糧俾佢哋嘅呢？佢哋係受薪於公司嘅。呢條問題都幾緊要，因為暗示咗間公司對啲工頭或者都仲保留一定程度嘅控制權。而法官之後跟進呢一條問題，仲問戶田。喺回應檢控官嘅問題嗰陣，你同法庭講，獲特別派遣去監督戰俘工作組嘅礦場職工成員係受薪於間公司嘅，正唔正確？
係，就係咁。喺能力不足或者唔誠實或者失職嘅情況底下，你可唔可以解雇呢啲戰俘職工做嘅成員呢？係可以㗎，我可以咁做，因為喺陸軍當局所制定嘅規例入面清楚指出，任何時候呢啲職員俾人發現唔服從或者失職，佢哋就應該俾公司解雇或者俾公司懲罰，因為陸軍當局自己唔可以直接處理佢哋。但係呢啲講法都係受制於營地分隊司令官，而關於呢一方面，我冇收到營地指揮官嘅報告，所以我呢方面咩都唔可以做。就係咁，戶田喺公開嘅法庭入面承認，間公司唔單止出糧俾啲班長，間公司仲可以炒佢哋魷魚，即使執行上要拎到陸軍嘅同意喺手先。但咁就反映到間公司對啲班長都仲係有啲控制權。最後，戶田作為依間挖礦公司嘅總經理，被裁定有罪同判處1年監禁。喺我哋嘅3宗案件入面，啲被告佢哋全部都嘗試爭拗話個責任唔喺佢哋身上。其實喺其他嘅戰爭罪行案件入面，啲被告都有類似嘅爭論。一般嚟講，佢哋嘅爭論要麼就集中講話佢哋本人冇作出相關嘅罪行，而且佢哋對下屬嘅行為冇責任；再唔係就話佢哋係俾佢哋嘅上司強迫去做一啲唔好嘅嘢。但兩個理由都冇俾法庭接納為完整嘅辯護理由，最多啲法官都係將佢哋視為減刑因素。下次我哋會睇下對呢啲戰爭罪行審訊嘅批評聲音，但喺我哋講拜拜之前，我想同大家推介一個網站叫 Hong Kong's War Crimes Trials Collection。大家亦都可以喺下面留言嘅部分揾到條連結，個網站有好多關於香港戰爭罪行案件嘅資料。如果你想知道更加多嘅話，咁就記得去睇睇啦。多謝收睇，下次見。